大家好，我是花花。你家的9层塔有没有开花了？有没有嫩叶越来越少了？有没有香味消失了？有没有各种小妙招都试过，但已经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了？你是不是准备拔出来丢掉了？请住手，省钱的妙招来了！今天分享一个让垃圾野草变黄金香草的小办法，不花1分钱，复活濒死9层塔，让你秋冬也能随摘随炒3杯鸡。这个小办法非常简单，只需要一把剪刀和一点点耐心。如果你也遇到了9层塔上面的这些问题，请回复1；如果没有的话，请回复0。废话少说，就用短短几分钟一起看看吧。1、修剪。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精准修剪。请你拿起一把锋利的剪刀，走到你的9层塔面前。首先，我们要找到那些已经开花或者即将开花的顶枝，然后在花苞下方大约2到3片叶子的位置，干脆利落地剪下去。这一步的目的是彻底打消9层塔传宗接代的念头，把营养强行留在长叶子这件事上。剪下来的枝条不要扔，后面还有重要的作用。接着，修剪那些已经木质化、光秃秃的老枝。首先，在枝条上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它需要满足2个条件：一是从基部算起大约10到15厘米高；二是这个位置的下方有健康的嫩芽或对生的叶片。然后就在这个选好的位置上方1厘米处，用剪刀剪断。而那些看起来还比较绿、叶片相对茂盛的侧枝，我们就要手下留情了。这些枝条是植株恢复元气的本钱，它们能进行光合作用，制造养分。所以这样的绿枝，我们只需要剪掉顶端大约1/3到1半的长度，刺激它长出更多的侧芽。这样既能控制株形，又能最大程度地保留它的生命力，让它恢复速度更快。修剪方法总结起来就一个原则：去弱留强，去老留嫩。2、扦插。接下来就是施展魔法的时刻了。刚才我们剪下来的那些健康的、带着顶芽的枝条，它们就是我们最好的活体种子。之前因为我们介绍过了水培9层塔，所以今天介绍土培繁殖的方法。想要水培繁殖的，可以去频道里观看另外一期视频。先准备几个小型花盆或底部有孔的容器，装上疏松透气的土壤，比如营养土混合一些珍珠岩。将土壤轻轻压实后，用喷壶将表层土完全喷湿，让土壤处于湿润但又不积水的状态。接着来处理枝条，把9层塔枝条下部的叶子摘掉，只保留顶端3、4对叶子。然后在湿润的土壤中，用木棍斜斜地插一个小洞，深度大约3到4厘米。将处理好的枝条放入洞中，轻轻用手指将周围的土壤压实，确保枝条能站稳。最关键的一步来了，扦插完成后，再次用喷壶细细地把土壤喷透，然后给它们罩上一个透明的塑料袋，或者在花盆上扣一个透明的塑料杯，制造一个迷你温室。这能保持极高的空气湿度，防止枝条在生根前因脱水而枯萎。最后，把这个育苗盆放在一个温暖、有明亮散射光的地方，避免阳光直射。接下来的1周，你每天可以打开塑料袋透气几分钟，并观察土壤表面，干了就及时喷水。大约10到14天，当你轻轻拉扯枝条，感觉到有明显阻力时，就说明白色的新根已经长出来了。这时就可以逐渐揭掉保湿罩，让它正常生长了。看到这里，如果觉得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记得点个赞并关注我哦。接下来我们来说今天的第2个重头戏，复活被修剪的老桩。毕竟它才是我们后期产量的主力军。3、复活老桩。刚才的修剪对于老桩来说是一次重创，就像人类做个大手术，所以我们现在要给它补充能量，帮助它快速恢复。这个时候，之前我们介绍过的自制的零元肥料就派上用场了，比如发酵好的淘米水，或者我们之前讲过的豆渣水，都可以按照1:10的比例兑水稀释后，沿着盆边慢慢地浇灌下去。如果没有自制肥料，也可以用少量的有机颗粒肥，在盆土的边缘挖几个小坑，埋进去10几粒，然后浇透水。施肥之后，老桩盆栽放在一个通风、有明亮散射光的地方，千万不能马上暴晒。接下来的1个星期是关键观察期。
如果你看到原本光秃秃的枝干上开始冒出一些小小的红绿色的新芽点，那就恭喜你，复活手术成功了一大半。这些新芽通常会在施肥后的7到10天内出现，之后随着新芽慢慢长大，你就可以逐渐增加光照，恢复正常养护了。但如果修剪之后，保留的枝干会从顶端开始慢慢萎缩、发黑、干枯，而不是冒出新鲜芽点。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大概率是回天乏术了。但请不要灰心，就算老桩复活失败，我们还有之前培育的扦插苗作为保险，一样可以实现9层塔自由。园艺的乐趣就在于不断尝试，从每一次成功和失败中积累经验。4. 机制原理。植物在秋天感知到日照变短，温度降低，本能的想要开花结籽，留下后代。我们通过修剪打破了它的这个本能，它为了生存就只能调动所有营养去萌发新的枝叶。而扦插繁殖则是利用了9层塔极易生根的特性，在它生命力还旺盛的时候进行无性繁殖，这样得到的新苗和母株一模一样，而且生长速度远超从种子开始播种。但是这里有一个致命的预警，你必须知道，秋天的生长速度肯定比不上春夏。我们做的这一切，目的不是为了让它爆发式生长，而是为了续命和备份。我们的目标是让新扦插的苗在室内安全长根，让老桩发出新芽后，我们能够持续的采摘嫩叶，一直吃到深秋，甚至为入冬做准备。只要你管理得当，你就能比那些直接放弃的人多吃上整整1-2个月的新鲜9层塔。5. 常见问题解答。问题1：修剪过后的枝条长出来的叶片没有变大，反而缩小了，是为什么？答：这说明你的9层塔身子有点虚，营养没跟上。修剪相当于给它下了长新叶的命令，但它库存的养分不够，只能先凑合着长几片小叶子来维持生命。这种时候需要赶紧给它补充点营养，比如浇一次稀释的发酵淘米水或者豆渣水，等这批小叶子长大一些，植株恢复元气后，再长出的新叶就会变大了。问题2：修剪的绿色的枝条剪完之后就变成黄色的枯枝了，是怎么回事？答：这通常是2个原因造成的。一是剪刀不够快，切口被挤伤感染了细菌；二是伤口沾了水或者雨水，发生了腐烂。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修剪一定要用锋利的剪刀，保证切口是平滑的。修剪后最好放在通风处，让伤口快速风干，短期内先别浇水到枝条上。问题3：扦插繁殖时，如果遇到迟迟不肯生根发芽，要怎么办？答：扦插最怕2件事，干了和闷了。如果枝条迟迟不生根，你先检查一下土壤是不是一直保持湿润，再看看是不是不通风，或者套的塑料袋上水珠太少，湿度不够。如果湿度温度都没问题，2周还没有动静的话，那么证明这棵枝条本身活力不够，就果断放弃吧。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喜欢我的内容请点赞、关注并多多转发，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